Hello，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何静涵说八卦拳，不说八卦，只说拳。上面的3集谈到中国武术这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啊，它如何流下来的啊，然后沿途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参与，而产生了不同层次的中国武术的面貌，从贵族的教育到贵族没落以后，培养出各种的元帅、将军军师这种文武兼修的人才，然后一直到江湖打手这些都属于中国武术流转的范围。那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今天来进入到八卦拳系统的介绍我昨天有传了我们的八卦拳系统的纲目那么给大家参考。希望各位手上有，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讲述都是根据这个来做说明的。好，所以大家可以先看到我们现在开始八卦拳的这个纲目什么叫做一个纲目就是一个教学系统一个教育系统它必须要在开始之前，它要考虑我要教出什么样的人来。那么教出这样的人，他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比方讲，你要教你的音乐系，要教会音乐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会音乐的人他当一个乐师就好了呢，还是他要进入音乐大师的殿堂，还是他只是作曲，还是他只是唱歌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人才有不同的培养的方式，跟他所需要涉猎或者所需要锻炼的内容那么其他的人才培育也是这个样子的。好，那八卦拳认为，一个习武之人他必须要具备什么他的总纲目我们看他的总纲目他有一个八母掌式。八母掌式呢，后面详细的我们再介绍八母掌式是属于一个概念，这里面就包含了它大致上面它的整个规模上面需要什么样的能力，然后底下呢，它的最初的执行的方式，执行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以巴掌为主。巴掌这个地方才是八卦拳系统与八卦相结合的开始然后接下来由巴掌，所以我们巴掌称为母嘛称为八母掌，又有称为八母掌的底下的东西是由这个概念发展出来的有2趟母拳，一趟呢门内叫做八卦掌，一趟叫八卦拳。那八卦掌呢又叫做八掌拳，它是一趟直趟的套路。八卦拳呢又叫做八卦炮锤它也是套路。所以这个八卦掌部分八卦掌的部分呢是属内的，是属于内修功的。炮锤的部分呢是属外的
属于外用的，以打斗为主的内的部分呢有这个四项拳兵器方面呢，枪跟剑是属于内的，然后底下有套路两仪之术。炮锤的部分呢，下面有八卦的，比方刀跟棍是属于外的然后八卦拳的每一个弓就是它所属的就是因为八拇掌的部分呢，每一个弓，前坎棍正巽离坤兑，每一个弓有它一个代表式，然后每一个弓由这个代表式发展出来一套拳直趟套路是属于这个弓的特色的然后接下来有一些应用的拳法，然后产生一些各种奇门兵器然后根据这些直趟的套路，因为直趟的套路提供什么？第一个，它提供很多的不一样的招式；第二个，它提供这个招式之间连结的方法；它提供了让我们认知到力益的转换是怎么回事情，然后才产生变化所以变化不是随便产生的，变化是有变化的因素的有变化的原则的我们所说的无规矩不足以成方圆，那个规矩的部分就是成方圆的一个要素跟条件所以这个是它整个的从理论到实践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一个设计。好，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八拇掌式八拇掌式各位看它有八个名称单换掌式、双换掌式、蛇形掌式、扣掌式、合掌式、抱掌式、回身掌式、顺势掌式，这八个。那这八个里面呢，我们从后面看，在要领的部分，这八个里面呢，分成内式跟外式，内的4个跟外的4个。这边要领里面有所谓的内三合跟外三合，就是前面单换掌式、双换掌式、蛇形掌式、扣掌式，这个是内三合。为什么它是属于内三合？内外是对比的来讲的所谓的内外是相对来讲的，因为这4个练的是体这4个练的是体，就是身心的能力在这四个练。那底下的4个呢，合掌式、抱掌式、回身掌式、顺势掌式呢，它练的是用所以它是属外的那我们再往里看上面的内的4个呢，它又分成内外了。单换掌式跟双换掌式，它又属于内三合的，内三合为主的。蛇形掌式跟扣掌式呢，它又是外三合为主的。什么原因？你看，因为单换掌式跟双换掌式，它练的是什么？练的是力跟气属于内的东西。蛇形掌式跟扣掌式呢，它练的是什么？它练的是筋骨它练的是外的身体。相对来讲，相对于气血来讲的话，是属于外的部分属于筋骨这个部分的，所以它是相对来讲是属于外三合。那底下的你看刚才讲底下的4个合掌式、抱掌式、回身掌式、顺势掌式，它是外用的嘛，所以在这边它是什么？联络变化
这4个东西它是联络变化使用的。好，那它各自的功能是什么啊？首先来讲讲这个单换掌式。大家听过单换掌跟双换掌啊？那为什么是叫单？为什么叫双啊？因为在我的体认啊，在我的体认来讲，在八卦系统里面，单是属阳，双是属阴啊，所以刚才讲嘛啊，单的部分啊，单换掌的部分它是练气跟力的。它是什么？它是外用为主，所以以一个人要习武来讲，他如果是要防身自卫，因为习武第一个你要建立你防身自卫的能力嘛，那这个能力在八卦拳的设计者认为，你第一个要具备的是气跟力的条件。那气跟力需要什么条件？第一个，当然是去培育它跟强化它，啊，八卦拳在练气跟力的，以运用气跟力的，它有一个口诀，叫做第一个阶段是以力引气，第二个阶段是以气御力。第一个阶段是用力，用我的外在的动作，把体内的气整合起来。啊，第二个阶段，你才能用整合起来的练好的气去驾驭你要做的动作跟力量。好，所以在单换掌的阶段，他练什么？他练气跟力的这个强啊，跟这个整合。那为什么要整合？啊，练气跟力的分跟合。因为一般人虽然也有气也有力，可是他的力跟气是混乱的、片段的，啊，没有经过整理的。所以练武的人、练过的人跟没有练过的人，其实不光是武术，其他的很多运动啊。他们虽然没有以这个为目标，可是那个运动员在长久的训练当中，他也能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啊，具备这样的条件。一般的人的劲是断裂的，气是混乱的，所以开始的时候要把它分开啊。一般人开始的合是混杂的合。所以在开始练的时候呢，要把它区分开，力归力，气归气，相互不干扰。好，这个是什么？这就我们开始练的时候，比方讲，你站个骑马步，开始的时候你站蹲低一点了啊，就开始脸红了，气喘了啊，慢慢你再站练，你能够把气沉下去了，哎，站了脸不红，气不喘了，还可以站着骑马步啊，念个书，唱个歌啊，不受影响。或者说啊，我记得有人说用跑步来练气，那个是练什么？就是你看很多跑长跑的人啊，甚至很多我们看跳踢踏舞的啊，或者跳舞的人，跳舞是在用力啊，可是他在跳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是平稳的，这个也要经过长期的锻炼啊，一般初学者是没办法的啊。这个阶段就是做到了气跟力分了啊，我们叫做气沉丹田了
气沉丹田了，稳定在丹田了，不受你的身体运动的影响。好，这个是分的。分了之后呢，为什么要分呢？分的目的是要和。就比方讲，你有你眼下有100个人，你要他们盖房子，怎么办？不是这100个人一开始一声令下就开始盖房子了，不是的，你要先把这些人分类哪些人有木工的技能，有泥水的技能有结构设计的技能，有些人没有这些技能，可是他有气力，他负责搬运把这些人分清楚了以后，然后你才可以把他们合在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习武也是一样，要把我们的条件先区分清楚了以后我们才可以说好，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呢，我就把我需要的条件这些元素整合起来做这件事情，完成这件事情那个就是用所以单换掌阶段就是练。第一个是初学者来讲，培养力跟气，所以开始小孩子练的时候，年轻练的时候也是要练力的，所以如果所谓的内家拳有内家拳这个区分的话其实没有的，因为开始的时候它还是要从力开始的，你还是要建立力，力是一种能量的聚集，你先要聚集了这些能量，我们才可以使用它所以开始还是从力练跑跳伏地挺身这些东西还是要练的然后强化了以后，力强化的过程当中，你能够不影响到气，气慢慢就稳定了，气稳定了以后，气才会慢慢的聚集慢慢的聚集，它才慢慢的变强。它变强了以后，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力跟气让它在一起，气去吹动力，力去带领气所以当它分清楚了以后我们一个动作出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气用到这个上面这个在练习上面，南派的很多练习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练这个东西。比方他以深吹气，他是把气去吹到他的那个动作上去这是这个阶段的练法所以单换掌的阶段是属于在八卦拳系统里面，它是属于外用的阶段这个是它的功能的介绍那么其他的我们下一次再做说明，谢谢。